Hello，大家好，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今天是咱们频道的惯例哈，帮大家整理一下1B02的补强梳理。首先是1B02继承了1B01那一半的惯例，只有正常补充包一半的量。不过好歹1B01还有3个领袖呢，1B02直接缩成一个了，真的是差评。不过好在这一个顶3个，也就姑且原谅他们了。新领袖的事儿呢，咱们稍后慢慢说。毕竟说1B02整体都是在围绕着新出的绿子路飞出，也都不为过。为他真是出了大把的新卡呀，在日本那边是直接把他送上了 T1 宝座，所以最后单独为大家整理一下玩绿子路飞你都需要收啥。前面就先帮大家整理出都有哪些老领袖获得了新补强，大家可以看看有没有你心仪的领袖。当然还是老规矩，我没说呢，就是因为我实在是想不出来有啥用。好，那咱们按颜色一个一个来吧。首先是红色的革命军获得了这张萨博的补强。说到红色的革命军，主要是红黄贝蒂和红黄萨博。个人认为这张萨博更适合走革命军体系的萨博，毕竟贝蒂的一手9东确实不太看得上这2000。然后就是在红黄萨博中，可以利用领袖技能保护这个在场上横置的萨博，对方回合还是7000，不那么容易被打死，然后再到自己回合就可以确保场上有角色继续发动领袖技能。但是本身问题还是革命军体系太弱小，所以总的来说是有比没有强吧。然后是红绿玉田，也是一张，是这张 SR 的大河。这张大河对于红绿玉田来说真是巨大补强，没什么好说的。正是因为这张大河的出现，日本那边甚至出现了红绿玉田的上位的情况，可喜可贺。这张大河当真完美契合红绿玉田的所有思路，而且还是启动主要，能规避黑胡子。如果你玩红绿玉田，完全可以无脑满四。能给艾斯也用这点就当是附赠的吧，毕竟为了符合原著。接下来是红绿乔巴。一共获得了3张的补强，一个红色的乔巴，一个绿色的乔巴，一个3费的事件。首先这个红色的乔巴，其实倒是所有的草帽轴都能用但我懒得都说一遍了，所以就放这儿了。嘿嘿。说实话，这张乔巴确实不厉害，相当于贴了2东，然后双方回合都是5000，贴东还只是登场时，也就是红绿乔巴能把这3东发出去了，要不然都不想写进来。但是这个绿乔巴是实实在在的契合，乔巴差的就是扑的速度，有了这张乔巴的辅助展开确实很关键。不过亏手问题永远是这套最核心的痛点，所以也无所谓再亏一点了。最后是这个事件鹰吹雪，在乔巴里相当于是3费当了6东使，然后顺道 K 了个3000的小阻挡就完了。红色说完了，咱们说绿色。绿色的话，我觉得得到补强最多的领袖是咱们的黄绿阿龙。我认为有3张挺不错的补强，分别是这张 SR 的阿龙、4费的巴基，还有黄色的慎平。先说一下巴基，我就问你，先手3费回合7000打头双攻，交个6000，你怕不怕？这也太猛了。然后这个巴基战场上你还不一定想解，万一解了再来一脚双攻，没2回合都要死了。然后是 SR 的阿龙，这张阿龙是阿龙卡组中很重要的5费节奏，因为头要3东，所以大部分时候5费其实就是贴东打，没事干。这张阿龙的出现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还能帮助阿龙拖轮次，少一脚很可能就先把对面强死了。然后是这个慎平，说真的，我真觉得这次阿龙的补强不小，又是2000边，又能自己学里跳，还能发2次效果，怎么想怎么超模。回头期待下飞士蓝安的开发吧。其他的绿色就比较少了，波尼出了个7费的波尼，虽然其实绿色都能用，但是感觉还是波尼自己用最厉害。然后是兔子有了个找岛的2000边，这张对于兔子来说真是巨大补强，我都觉得兔子再有这么一张关键补强都能代替波尼了。这里插播一个跟这个兔子一个模板的冰山，俩效果模板完全一样，就是找的不一样，都是日后玩这个卡组绝对要满4的单卡冰山真是每次1笔都吃不响是吧？接下来是蓝色，蓝色补强都很分散。克拉松获得了一个检索克拉松，讲真的这张真的很关键，可以说是2轴克拉松的最后一块拼图了，并且在克拉松卡组里大概率能开到2次以上的检索，毕竟领袖超风脸嘛。有些小伙伴可能不了解这张卡真正的强度在哪里，这里特别强调一下。咱们来看一下砂糖，砂糖的效果是先把你横了再横自己，所以砂糖就算是横着的也能把你上的人横了。
明白这张牌的恐怖了吗？然后是蓝绿山治获得了这张乌索普的补强，没想到啊，2025年了，白板领袖还能得到补强，赢。接下来是黄蓝艾斯的艾斯登场，找个小的叫个小的，说实话还可以，唯一的问题就是身材真的太差了。然后毕竟艾斯本身凑对子比较看运气，找的小的跟奶进去的没对上号，不彻彻底底的尴尬了吗？黑色的话，所有黑色的海军都获得了这张战国啊，登场拉个轻质，然后自己是阻挡去保护他，感觉还有那么点意思。不过反正打不过黑胡子，有跟没有都一样了。然后红黑卡普给了张卡普，不如纯黑烟鬼的达斯奇啊，算了，有比没有强吧。黄色部分还挺厉害的，首先是贝加朋克一定会下的贝加朋克，你可能觉得5费赚个5也就那么回事吧，但是在老头卡组里1费打个5+5，领导您说厉害不厉害？然后是艾尼路的艾尼路，至少这是艾尼路真正的本家大哥呀，而且有了应对黑胡子的手段，大战士也能跟着喝汤。接下来是所有的黄色迎来了黄色奎因，这张山治2血以下抽2扔1，留4肯定没错，甚至建议1画。下面才是 EB 的重头戏，所有的颜色都获得了一张万能检索，可以检索任意一张4费及以上的单卡，这对于很多大哥的 BOX 卡组无疑是巨大补强。哪怕现在投入率不高，但是随着卡池的加深，必定能有所发挥，而且是极大程度的降低了组卡时的构思成本。不知道下啥了，下4个歌吧。最后说几个我认为比较未来可期的单卡，咱们就进入绿紫路飞的梳理部分。首先是这张蓝色的微微人形炒饭，目前我想到的比较好的就业卡组是蓝绿锁山，可以回收回来反复转牌，之后我觉得也早晚会有就业空间，只不过现在确实没想到什么更好的。然后是这张5费的罗，可能是给乌索普用的吧，说实话不太确定，但是这个效果又总感觉能用出来，等等看吧。最后一个是这张蓝色的2费事件，那就是同伴的梦想遭别人嘲笑的时候我觉得这张卡是有可开发的空间的，只不过没想好咋用，但是有开发空间。到这儿细心的小伙伴可能已经发现了，冷少，你们家 OPCG 没有紫色是吗？别急呀，我刚开始时说过要帮大家整理一下绿紫路飞的备选单卡，而 1B02 里面排除掉那些我觉得没什么用的紫色单卡，剩下的还真就基本就是为了绿紫路飞服务的单卡了。而 1B02 出的新卡中最为重要的一定就是这张山治不临的 TT 了。当初刚曝光绿紫路飞头的时候，很多小伙伴都说不厉害，我当时说的就是出个本家基德就厉害了。好了，本家基德来了，这下绿紫路飞真的就是直接起飞，日本超高的上位率也是直接印证了我的这个猜想。不过由于核心卡只有这一张，所以也是使得绿紫路飞的上下限差距巨大，重要程度跟红绿烟鬼中的5费斯穆格可以说是不相上下，有没有直接就是2套卡组。并且因为绿紫路飞会频繁炸东，并且本身又不跳东，这也使得绿紫路飞很难在构筑里投入那些特别高费的大哥，整体也会更偏向快攻。在这些前提条件下，我帮大家把绿紫路飞中所有可以使用的单卡都整理了出来，分模块的为大家进行讲解。首先是新卡部分，咱们快速的过一下。1费娜美本家检索不愧是真正的船长，检索永远是娜美。1费的船是我认为这一弹仅次于山部 TT 重要的补强单卡了。首先是登场抓牌不亏手，然后又能加费用，帮助本家角色更好的生存。然后是3费的罗宾和弗兰奇登场时攻击时都能追动，很契合绿子的思路。罗宾则是能检索的阻挡者，虽然3费在当前环境不厉害，但是打除了明哥胡子以外的领袖还是比较有作用的。4费的索隆登场横个4还能突袭，真是进一步压缩当前环境4费以下角色的生存环境了。说实话，不光绿紫路飞能用，蓝绿锁山投入应该也很好用。5费的山治布林 TT 说了好几遍了。最后是6费的 SEC 路飞，首先6费登场7000速攻这件事就已经不能说不合格了，再有个重启的效果那更是锦上添花，并且效果完全不锁词条，是个双色领袖都能用，那补强范围面可太广了，想必会是日后詹子领袖应对黑胡子的大杀器。这里先稍微说个重点，重启时的拔血是先起立再拔血，所以没血你是可以起立的，这点要特别注意。
如果你下回合想拼斩了，可以不用死保这最后一血。以上的新卡部分都是十分的好用和契合绿子路飞的思路，日后里面的大部分卡都可以直接下到卡组里。然后是老卡部分，先说检索，为了保证山部 TT 的上手率，大部分绿子路飞都会携带满16张的检索，除了刚才说的娜美和罗宾，再有就是6色狱组的索隆和05的事件卡，在海上海盗来当你们的对手。携带满的检索能极大程度的增加山部 TT 的上手率，剩下的只要保证能连拍山部，这局就能大概率拿下了。所以我也推荐大家带满检索。然后是2000边的选择，我认为比较有作用的选择有4种。首先毫无争议的应该是6色狱组的5索8，3费横5过于优质了，但是在绿子路飞里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东，因为绿子路飞常年就在7费8费逛悠，很容易有时候一起领袖技能就不到8了，要特别注意。然后是6费的阻挡山治，这张山治也是比较契合绿子路飞的，因为绿子路飞常年7、8东嘛，所以基本上是稳定3费。最后是5费速攻的弗兰界和4费的电影山治，这俩就全看个人喜好了，你都带也行。山治就是能补个战场，而且是4费，要想领袖技能不亏费，一般都是先用4费，然后再起领袖效果嘛，比较契合领袖技能。弗兰界就是如果你所在的地区黑胡子多，那你就可以多投入点。大脚我也放在2000边这里说了，我就一句话，只要心表不动的，永远无脑满。最后是其他单卡的选择部分，这部分很多很杂，并且基本都不是本家的，我会依次讲述一下每张卡的作用，方便大家做选择。先从大角色讲起，首先是7费路飞，7费路飞的选择就是很干脆，增加卡组的上限，毕竟7+5拉山部 TT 也是非常强烈的 combo， 并且先手的时候7费路飞炸一东可以直接触发山部的抓牌效果，有一定的投入道理。不过缺点就是5费不能启动领袖技能，要等一回合。慢速环境可能还好，但是如果碰上快攻，可能崩得更快，属于高风险高收益，适合追求上限的玩家。然后是霍迪琼斯，鱼的作用更直接，就是斩杀用的。你打明哥或者波尼烟鬼啥的过他们的墙，打紫色草帽内战或者红发去横他们的东，都是很显著的效果，并且因为是斩杀用，卡领袖技能也就卡了，反正也就这一轮了。如果你是打法比较激进的玩家，可以尝试投入霍迪。然后是咱们的 OP01-051巴贝基德，咱们毕竟也是绿色嘛，也能投入，对不对？因为绿子路飞其实是套不是很缺资源的卡组，所以基德在这套里也能有不错的发挥。虽然可能也会存在卡场的问题，但是你都是8000投了，也就不差那6000投了，对吧？基德就是主要契合明哥多或者内战多的环境，因为这些卡组其实都过基德过得比较费劲，所以基德就是适合稳重的玩家。不过当然啊，其实这仨你哪个都不带也问题不大，毕竟本家已经够强力了。大哥说完，然后说一些环境针对事件。首先强烈推荐电气月神，打明哥打红绿斯摩格都是基本能一卡单刷他们，尤其是打明哥一张就能抢很大一波轮次，2张他基本就不用玩了，打所有快攻都这样，包好使的。唯一缺点不吃检索，所以要么不下，要么下满。然后是伽马刀，这张主要是为了过基德，红绿烟鬼是绿子路飞的头号天敌了。绿子路飞打明哥打黑胡子其实都不是很虚，就是实在难过打基德，所以如果烟鬼多，你就可以舍弃电气月神下伽马刀，而且伽马刀还能被事件检索，上手率还可以。下一张比较小众了，是这张魔九闪。这张怎么用呢？当你场上有1费检索娜美的时候，可以用岛给他加2费，然后就可以把娜美当 cos 他横了，是张出其不意的斩杀牌，并且是草帽本家，可以被检索，算是鱼的下位替代。最后稍微说几个阻挡和反击事件。2个阻挡，一个是2费福克西的乔巴，一个是4费的阿娜美。乔巴是因为你的领袖技能一定能给2个东，然后呢，它能帮你追一个东，比较契合领袖技能。不过问题就是下回合必须挡出去，不然会卡场。阿娜美虽然是不亏手的阻挡，不过问题就是绿子路飞有可能没有8费。反击事件就是0费3件反了，毕竟整体没边的东西太多了。如果你担心大脚绿不过来，可以带上几张试试。以上呢就是我帮大家整理出来的绿子路飞能投入的单卡了。同时也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离一币发售也就不到1个月的时间了，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好了，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派老，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